在10月31号晚，小包总杨烁被拍到与一短发女子一同回家，而在此前他本人就早已结婚有家室，这一幕随即引发热议。从画面来看，当天杨烁身穿一身黑，打扮体面，他先是和一帮朋友去泡温泉放松休闲，而当夜幕降临后，杨烁便立刻将友人尽数送走。这时候，一位短发美女悄然现身，对方穿着打扮新潮时尚，拎着小包，外表十分精致。据媒体报道，这位美女当天开着价值300万的豪车，和杨烁会面后，杨烁便随即坐上了女方的车一起离开。值得一提的是，两人离开后并没有各回各家，反而是回到女方家。停好车后，杨烁和白富美一起走进了单元楼，然后一夜未出。已婚男人和年轻白富美共赴温泉之旅后，又共度一夜春宵，这就有点不守难得了吧？疑似出轨的绯闻爆出后，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奇怪的是，杨烁方至今没有任何回应。再加上前不久，妻子王丽雯在视频中写道：“我不完美，但我善良，好好爱自己，加油。”对此，不少网友都在猜测两人的感情可能生变了。至于真假，我们不得而知。但如果只是出轨的话，似乎还不至于一众网友如此大惊小怪。毕竟在如今，明星出现出轨绯闻已经不是新鲜事了。不过这位杨烁却有些特殊，毕竟在此次之前，杨烁已经不是第一次被爆出疑似出轨了。2018年9月，杨烁和王丽雯举办婚礼，彼时杨烁的人设还是爱妻爱家的熟男典范。但仅在1年后的4月，疑似他的大批量聊天记录就被曝光，爱妻熟男一瞬间就变成了满脑子黄色废料的油腻男人。当时聊天记录的时间显示是2018年，杨烁曾派人去接一位曾小姐，随后2个人共度一晚，互相治疗失眠，并且疗效显著。可能是曾小姐医术了得，当时杨烁大手笔一挥，直接支付了1万块诊疗费，让曾小姐随便去买点零食吃，并不断感慨我好久没睡这么久了。而曾小姐也被杨烁的医术所折服，感叹着以前吃药都没睡这么好，可见你魔力不一般。杨烁是有什么魔力能快速治疗被失眠困扰的曾小姐呢？咱也不敢说，但咱心里都清楚哈。古有春宵一刻值千金，在咱财大气粗的小包总这里，春宵一刻值万金。外来人为了证明此人就是杨烁，还曝光了疑似杨烁的朋友圈，微信号和所在地都对上了。疑似杨烁的朋友圈里，他还特意感谢唐嫣提携，才让他蹭上了 RV 合作。此外还给白百合宣传了电影，看上去倒是挺真的。不过毕竟聊天记录是拍屏的，从画面来看，拍摄者拿的还是杨烁的手机。从这点看，杨烁总不至于蠢到自杀式爆料吧？于是工作室义正言辞地否认了。来品品当时工作室的发言：不怕遭天谴吗？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一定要让你们知道什么叫法律。说的倒是挺嗨的哈，可惜杨烁没让爆料人知道什么叫法律，爆料人反而让杨烁知道了什么叫重锤出击。杨烁在否认后，很快聊天记录第2弹就来了，依旧是春宵一刻的套路。18年5月18日，记录显示，男方当时人在西安，凌晨时把酒店房间号告诉了女方，并且交代是以王聪的名字开的房间。凌晨1点半，女方到达杨烁所在的酒店，聊天记录内容停留在女生说好的上来了。凌晨1点，孤男寡女酒店套房，干了啥就不用多说了吧。当天下午6点左右，女方夸赞对方在活动现场很帅，还贴心的祝福一路平安，最后还说记得想我哦。也就是说，男方第2天在西安有活动，春宵一刻后，女方离开时还恋恋不舍地给男方发微信道别来着。这次能证明男主是杨烁的证据是聊天记录中提到的王聪，好巧不巧，他就是杨烁的经纪人。而聊天记录的5月18日当天，杨烁也的确就在西安参加活动。第2弹聊天记录曝光后，原本还底气十足否认出轨的杨烁方突然安静如鸡，从硬刚路线改走沉默路线了。爆料者当时说，杨烁还有不少料呢，上过不止1、2个女人。至于为什么聊天记录拍屏是杨烁手机，对方给的解释是一个跟了杨烁2年多的女人报复他的。很快大家就扒到了疑似跟了杨烁2年多的女方信息，肤白貌美大长腿，几张照片配上一句鸡汤的发博方式，很流水线的网红了。那些年他不仅没少给杨烁点赞，还不止一次称赞杨烁是四海八荒最帅的男子。此外还能喜提近距离与四海八荒最帅男人相处的机会哦，杨烁还会贴心与他合影呢。另外聊天记录中的女生所透露过住址，也和微博上这位姑娘的家庭住址对上了。而在网友扒出了诸多蛛丝马迹后，之前扬言一定要让你们知道什么叫法律，不怕遭天谴吗的杨烁工作室则再一次安静如鸡了。不过这段花边绯闻并没有影响到杨烁什么，1个月后他还是带着老婆和妈妈上了芒果台的综艺，尽管秀恩爱翻车，但王丽雯还依旧愿意陪他演戏。反倒是最近杨烁在被曝出轨后，总觉得有那么点不对劲了。按道理来说，已婚男明星出了花边新闻，团队一定会第一时间辟谣的吧。然而截至视频发布前过去了这么久，杨烁工作室依旧没有发表任何声明。
不光如此，翻一翻杨烁和王丽雯的微博，会发现夫妻俩已经将近2年没有互动过了。2019年夫妻还在合体上综艺时，那是王丽雯微博最后一次 Q 杨烁。杨烁最后一次和王丽雯有互动，也是在她上《爸爸去哪儿》中没有被播出的那一季的片段曝光后，网友 diss 她育儿有问题时，她给王丽雯留的言。2020年之后，杨烁和王丽雯就再也没有被拍到过同框，更没有过互动，甚至王丽雯的动态里都刻意不提及杨烁。七夕节她只发自己的照片。过生日，杨烁没有任何表态。当年不是说好了每年今天对你说的吗？更讽刺的是，10月27日，王丽雯刚过完生日，她的微博下不仅没有杨烁的祝福，还充斥着各种"你老公又出轨了"的留言。单从2年的零互动，以及被拍出轨后当事人的淡然和冷处理来看，难道杨烁和王丽雯已经离婚了吗？其实杨烁真的很能代表某一类成功男人，自视甚高，自我感觉太良好，油腻而不自知，非常以自我为中心。一旦成功，立马露出真面目。2016年，《欢乐颂》让杨烁一战成名。尽管小包总只露了几集的脸，但那可是雅痞霸总啊！当时没有人不爱他。小包总火了后，杨烁被扒出已婚，从那之后，宠妻就成了他霸总之外的另一个身份。宠妻霸总什么的，杨烁当年可以说没少吃这种人设的红利，一度路人缘相当好呢。2008年，杨烁和王丽雯在拍摄《生死线》时在一起。10年后的2018年，两个人补办了婚礼，花童是他们的一对儿女。当时的故事版本是，王丽雯陪杨烁默默无闻了10年，杨烁一朝爆红后，还给妻子一个童话婚礼。遗憾的是，杨烁之前绷紧了浑身的劲儿在做一个好男人，可惜功成名就之后，他对做好男人这件事就泄气了。胡咖时有多深情动人，火了后就有多以自我为中心。芒果台那档《我最爱的女人们》中，杨烁360度展示了什么叫汽油罐，不是说他有多油腻，而是他的脾气易燃易爆炸，起床气大到会用力捶床。王丽雯和他开玩笑时，他可以1秒就变脸生气，当着镜头的面给王丽雯甩脸子，完全不给老婆留面子。就连杨烁他妈都看不下去，让他改自己的态度和脾气，对老婆温柔点。王丽雯说，谈恋爱时杨烁还会哄她，闹脾气时一个电话就把她追回来了。但在婚后，杨烁却对王丽雯说，你都是我媳妇了，不需要哄你了。前后变脸的速度堪比翻书，真是让人替王丽雯心寒。杨烁明知道他的脾气是除了王丽雯不会再有第二个人包容他的那种，可是他依然不会因为珍惜王丽雯的包容而收敛那么一点点。反观王丽雯呢，用她自己的话说，结婚前她也是暴脾气，但在和杨烁相处的10年里，她早就被训得很温顺了。但反观杨烁表现爱老婆的举动，则是说他签了一个杨烁本人名下财产全归王丽雯所有的离婚协议，年月日还让王丽雯随便填。看上去好像感天动地，真爱无敌吧？其实这离婚协议根本没有法律效益，杨烁完全是在演绎出我是宁愿净身出户也不要亏了我老婆的好男人谢码罢了。红了就飘可不光体现在3番2次的出轨上，杨烁可是被爆出过顶风作案所要天价片酬的，你能想象吗？2018年杨烁的片酬就已经有8750万了，不过此后没多久，相关部门接连出台限薪令，要求演员片酬不得超过5000万。而在剧组和杨烁协商无果下，杨烁却依旧要求剧组支付将近9000万的天价片酬。也由于剧方和杨烁协商无果，导致这部剧只能停拍，到现在都没有下文。虽然也不排除片方是想趁机耍赖省钱，但就这几年杨烁的演技来说，朋友们8750万真的值吗？要知道，在杨烁还是胡咖的那些年里，他是生死线里粗糙硬汉四道风，是刀客家族的女人里野心又 man 的于化龙，也是花千骨里隐居山林清汤寡水一往情深的谭凡上仙。然而成为名利双收的成功男性后，杨烁身价就只剩下大庆油田般的油腻了。虽说杨烁已经因多次疑似出轨而身败名裂，但娱乐圈中却依旧还有不少男星前赴后继的为自己立爱老婆人设，究其原因当然是为了收获一部分很可观的红利，因为大众渴望美好爱情，而男星的好老公形象正好满足了这部分人的需求，观众喜爱度高了，曝光量高了，自然钱也就来了。可这样的事情又怎么可能装一辈子？拿自己最亲密的人做虚假营销，这样的事情早晚会被发现，等到那一天，这一切都会被反噬。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你们对此的看法如何呢？快在下方评论吧。这里是于姐，我们下期再见。